朋友们，大家好。首先让大家看看我这个眼镜吧，这是我这次呢从国内带过来的。大家看，它可以变换不同的颜色，还可以呢固定的颜色。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看，对吧？反正各种各样的功能了，非常非常多。一个悬酷的眼镜，其实它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，就是那酷。我就想，可能是年轻人到夜店啊、蹦迪的时候，因为那里的灯光比较暗嘛，所以呢，你开着这个 LED 眼镜，可能回头率比较高。别看这个东西呢很小，它也是一个高科技产品，因为呢，它里面肯定有芯片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它是 LED 的，这不起眼的东西，但是绝大多数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力生产出来一种高科技产品。国内某平台买的是11块钱，好像包邮。我给大家看另外一款产品，大家可能看第一眼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，但是大家注意看这里，这鼻子呢，它也是受到保护的。我认为呢，这款太阳镜它很有创意，我很喜欢。我在德国戴了之后，回头率还挺高的，就很多人觉得很不一般哦。像这款呢，我在国内的某平台买，好像是7、8块钱，挺便宜的。从这两个很小的例子，然后呢，把今天话题展开。我在德国已经31年了啊，而且每年我都回去，所以呢，我对国内这个从产品来说啊，特别是过去10年，国内的产品啊，从设计、质量，还有从它的那个用材，都有一个质的飞跃，设计非常新颖，然后呢，做工它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，在全世界应该是可以做到一流，或者已经是一流了。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这个生产能力，或者有少数国家有这个生产能力，但是做不到中国这个价格。然后有的朋友就说了，那中国也不是扣克那个工人的那个血汗钱嘛，所以才把那个价格压得那么低。其实并不这样，是目前中国工人的这个收入啊，应该是超过了全世界大概60%到70%吧。也就是说，全世界60%、70%的人，他的收入达不到你。另外说什么血汗工厂，我有非常深的体会，因为毕竟呢，我去过世界上很多很多国家和地区，在全世界还有至少可能有大概50亿人吧，他们想做血汗工厂的工人都没有那个机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那个工厂啊，是很多国家他根本就没有任何叫得出口的工业，那些国家人他想到工厂里面去打工，做血汗工厂的工人，他绝对没有那个机会。所以我们说话的时候呢，不要把自己贬得太低了。中国的产品过去10年，我用肉眼都可以看得见，中国产品的设计还有中国产品的质量，绝对有个非常大的质的飞跃。是全世界第一梯队的，也就是全世界顶级的。我习惯了所谓德国发达国家的物价，所以我回到国内之后，我就觉得在国内很多东西不要钱式的，所以我在国内啊就买，然后每次我是空着我的行李箱回去，然后呢从中国返回德国的时候呢，就恨不得装下所有的东西，但是每一次我都觉得我这行李箱23公斤行李箱根本不够用，拿不来。除了前面我展示的那2款眼镜之外，我这次呢从国内，或是前几次呢从国内还带了哪些东西过来？大家看看这个，我胸口的这个，别看这个很小很小的东西，如果大家看，特别是油管，不管是老外的还是中国人拍的这些博主，他使用这个麦克风啊，你看是不是很多都用这个中国大疆它的麦克风呢？对不对？就说明它真的很不错啊，连我都买了。好了，这次呢，我从国内我听了一些网友的意见，我带了这款过来。它是一款什么呢？就是智能眼镜。其实我买来主要是为了那个摄像的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我的手没有空，所以呢，我就买了这个摄像眼镜。这款摄像眼镜啊，真的好的不得了。我记得我出过一期节目，对吧？跟那个外国一款产品叫 Ray-Ban，
这款是 Raynoy， 是雷鸟 V3 Slim， 是刚推出不久的。要买 Slim 这款啊，不要买 V3。Slim 有什么好处？它比原来的更小一些，然后呢，它另外有个好处，那就是充电的时候它有个充电的东西，它有磁铁的功能，它粘上去特别的稳，而且跟那个外国产品有一款就是 Ray-Ban 那款有2个特别大的好处，一个呢是它这款呢可以最长录9分钟，第二点，它可以横格式，也可以竖格式，可以切换。第3点就是刚才说的那个充电的时候那个功能，它这个有磁铁功能，然后呢吸进去，然后亮点在哪里？可以接充电宝，一边充电的时候一边可以继续录制你的节目，录制视频。而那个外国产品它没有这个功能，外国产品呢最长只是60秒钟，然后呢没有这个摄像的时候还可以充电的功能，就是这2点已经完全征服我了。还有第3点就是横格式、竖格式都可以拍，他们俩我觉得从它的那个摄像它的品质来说，另外从它的那个防抖来说，我看不出任何区别。然后呢，中国这款产品它多出了至少3点要比外国产品更好的。还有第4点，价格，这款我新买的是1500块钱，然后外国那款至少要2000多到3000人民币，也就是说大概是2倍的价格。另外这一点我还没有说，还有另外一个啊，就是当时卖家是济南的一家卖家，他不知道是搞什么促销还是怎么样，反正呢他的镜片是可以按照买的人他的眼睛，比如说你是近视的、老花的，给你配那个镜片也包括在内，相当于附送的啊。如果是你单独买那个镜片，大概要100块钱。但是我就非常有礼貌的问他，我说如果我买的话，你能不能把那个镜片也送给我呢？我只是问一声啊。然后呢，那个卖家客服就二话不说，他就说可以，然后我就买了。也就是说1500块钱，有了这副眼镜，比外国那个好太多了。另外呢，还加了一副按照我的那个眼睛的这个近视啊、老花这样来度数来做出来的镜片，然后呢寄给我。所以呢，我真的特别满意。我可以说吧，如果是这个产品可以打100分，跟那个外国那个 Ray-Ban 比起来，打100分的话，这个起码可以打99分，而那个外国那个 Ray-Ban 我只给它80分。你看这个就是区别了啊。防抖功能真的很不错，这个盒也不错。我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，我买了一款我自己未知的一个品牌的剃须刀。我看了一下，叫朗威，我不知道国内的人有没有听说过。反正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德国，不是特别关注国内这种产品的品牌吧。朗威在某平台上面好像是70块钱左右。为什么我买它？有几个考量，一个是 USB 的那个 Type C 的接口，充电的时候，因为一根线，手机啊什么数据线全部搞定了。所以我一般买产品，只要是它充电的，我一般看有没有 Type C 的接口，如果有，是我考量的一个因素。第二个，我一直想买一款与德国的这个品牌 Brown 这个品牌类似的，像它的这个，它是这样的，而不是旋转的那个。另外一个呢，它有这鬓角这个剪刀这个功能，它是一体的，但是呢，在市场上很少这样的产品，我发现了它。然后我看了在网上，它的评价不错。虽然我有什么忐忑，有一点忐忑啊，但是后来我想，我就买吧，反正70块钱买了试试看，不满意就当它垃圾把它扔掉，也不觉得特别可惜，对吧？然后买了之后，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大家，我非常的满意，真的很满意。我给我的德国猪队友也给他试了，他也觉得非常的好。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应该还有这样一个小的那个收纳包。这个收纳包在某平台上买，也就是5、6块钱、6、7块钱，我觉得也非常好啊。然后这样一款产品，像类似的
在国外，比如说在德国这个 Brown 这个品牌，类似的，我觉得现在估计最少促销的时候大概要60欧元左右，平时可能要更贵。即使60欧，那就相当于人民币500块钱。而这个呢，我是70块钱买的。还有这个东西，这个呢是开车的人知道啊，就是在点烟器那个地方你插进去，然后呢，这个就是有快充功能的一个东西，它有2个接口，一个是 Type C 的接口，另外一个呢普通 USB 的接口，给你的手机充电。别看这个东西很小啊，它有快充的功能，而且这个是品胜的，应该是在国内算一个品牌吧。我在国内看了那平台的那个评价不错，好像还没有差评，所以我就买了30多块钱，我就觉得很合算。这我也是打算送给德国朋友的，也算做一个广告吧。因为是朋友家，所以我就觉得送这个东西20-30块钱，我自己呢也没有任何的压力，人家也觉得特别适用，所以我就看看到时他们反应怎么样。这2款，这个是手机支架，对吧？我喜欢这个，我不喜欢360度转的。如果不细看，看不出任何区别。但是我放在一起细看，它确实呢，从它的材料用料来说有区别。比如说我右边这个，也就是咱们观众的画面是左边这个，它的材质呢，相当于右边这个一半那么厚，但是它的稳定性是几乎一样的。你们右边的这个呢？是绿联，是国内一个很好的品牌，对吧？左边的这个呢，是可以说不是牌子，但是2个稳定性是一样的，我用过。绿联我当时买的时候是30块人民币，而这个呢是11块多，价格相差比较大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只是使用的话，几乎没有任何你不知道任何质量的区别。如果你没有这2款产品在你手里，你是不知道区别的。反正2款产品它的质量都相当的好，真的，我只能说相当的好。你看它的那个机械这个机制，它其实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而且非常非常的坚固，真的非常非常坚固。我觉得用100年都用不烂，真的是这样。我买了之后，我就觉得质量很好，值得买。所以呢，上次我回国，我一口气买了3个过来，一个是送给我家猪队友，另外一个呢还可以送给其他的德国朋友或者其他国际上的朋友。像这样的产品啊，11块钱，而且包邮。我觉得像这个在德国至少可以卖10欧元左右，也就是人民币可以卖80多块钱。那么你就可以看到，至少是7倍的价格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刚才说的这个产品，国内买是11块钱，这里卖15欧元，肯定有人要。然后这个眼镜，在国内7-8块钱，在德国至少7-8欧元，肯定有人买吧？因为它不一样啊，对吧？或者10欧元也有人买，因为10欧元在德国真的不算东西，不算钱。这个喝水的壶啊，1升左右，对吧？我不告诉大家多少钱，大家猜猜看，在国内如果是你网购的话，大概多少钱？不到7块钱，6块8毛多。然后我试了，我装满水了啊，大家看，这1升的水一点都不漏。它还有一个功能，所以我就觉得中国这产品它的做工啊、设计啊都真的不错。它还可以，比如说你放在某个地方，还可以做手机支架来使用。它只有区区的7块钱不到，也就1美元都不到呀。在德国，我可以告诉大家，相当于它10倍的价格，甚至不止。这个也是喝水的壶，厂家说是316，我觉得应该不是，最多是304。即使是304的不锈钢，我就觉得很不错啊。它的那个设计当然不用说了，我就觉得非常的时尚。然后它的颜色也非常美，当然还有其他颜色，还有什么粉色什么之类的，不是我的颜色，所以我没有买。这里有一个固定的，就是为了保护嘛，不会随便打开，对吧？拉开它之后，一按就跳出来了。这个呢，它是可以按下去的。我不知道它的好处在哪里，我还没有悟出这个道理。应该是可以这样吸吧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为什么会这样？然后还可以关上。其实它已经有了这个喝水的这个口了在这里，那为什么还有一个这个吸管呢？我不知道。
它的质量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我只能说哇哦，它真的是304的啊，应该是保暖或者是那个保冷都比较好吧。你看，像这个东西，大家别看很简单呀，它应该是冲压出来的，也就是说要非常好那种机床才能够把它弄出来。一般的国家它绝对没有这个技术，没有这种机床。所以别看这个小东西啊，它还是有高科技成分的，而且大家猜猜看，像这个东西，真的它的质量相当的好。多少钱？在国内，我没有记错的话是22块人民币买的，也就是连3欧元都不到啊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德国20欧元，你卖出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也就是说，在德国要160块人民币左右，而在国内我是22块买的，包邮。然后同样，这次我一口气我带了好几个喝水壶过来，因为我原来没有那么多。然后呢，我家的猪队友他去健身房，他没有，一般都是用那个一次性那个瓶子，我就觉得不上档次，我就说我买一个送给你吧，2个其实。这个呢也是304的，我觉得，当然它要比这个，我认为做工更好一些，因为这个价格呢是这个的3倍多，这个是69，然后它的里面也是1升的吧，它这容量。哦，对，我刚才忘了，这里还有一个茶蛋，也可以放到刚才这个壶里面，可以放进去，也就是说可以泡茶。而这个呢，它也带一个那个茶蛋，这也是304的啊。我觉得做工跟这个刚才我们看到22块那个没有很大的区别。虽然厂家说是306，但据我所知啊，306是医用的那个不锈钢，那么这种应该不是，这只是304啊。所以我觉得国内很多厂家可能是故意误导消费者的，因为它功能要比这个更多一些，比如说它可以有这个，可以背在那个肩上呀，还有这个手提呀，还有这个也手提啊，所以就设计相对来说比这个可能要更先进一点吧，功能更多一点，所以它就卖得更贵一些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是今天叫我选择，我就觉得还是22块钱这个吧，因为毕竟呢1/3的价格不到，但是它的功能其实差不多。再往下看，这2个是我从国内带过来的这个充电宝，它是22.5瓦的，相当于快充吧，虽然不是很快，但是已经不错了啊。这个呢，在国内某平台我买的话，应该是40多块钱、50块钱左右，具体忘了。它是浩酷，这个可能是在国内相当于中等偏下一个品牌吧。反正原来我在国内也不是特别知道这个品牌。然后它有，比如说有 Type-C 的这接口啊，有普通的这个 USB 接口，还有那个显示这个百分比的，比如说充电到多少了，这个显示器啊，自带苹果手机的数据线充电，就没有其他数据线也可以直接充电，还有那个 Type-C 的这个接口，所以这个设计我觉得挺不错，它还可以当一个袋子这样把它提着，所以我就一下买了2块。这个是可以上飞机的啊，而且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，这次呢我从中国过来，我一共带了3块充电宝，1块是我原来自己用的，这次呢我又另外买了2块，3块没有任何问题，只要它的大小不超过2万毫安都可以。德国一样，我亲自问过德国法兰克福安检的人，他说可以带多块。好，你看这个。应该也算不错吧，我希望它不会自燃啊。既然能够上飞机，能够带，那我就带。有人说不要买太便宜的，但是我买过，1年前我就买过了这个品牌，我当时买的是1万毫安的，送给了人家，人家很满意。我们再看这个，这是吃的喝的，这是什么？黑芝麻、核桃、黑豆，具体的含量是多少我不知道啊。
比如说核桃有多少，它的百分比，然后呢黑芝麻有多少，这个我就有我的说法了。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想那么多，但是我买过之后，我尝了，它确实呢味道不错啊，也有核桃啊，也有黑芝麻的那个味道。但是后来我看那个价格，5块8毛8，几个月前买的，然后我昨天又看了，还是5块8毛8，就表明呢这个卖家一直都卖这个价格。你们想想看，这一罐是600克，也就是1斤2两，然后呢，还有这个包装盒是金属的啊。那么我们看包装盒，我认为啊，如果从成本来说，至少要1块钱左右，对不对？包邮加上这个东西，一共5块8毛8，卖家还有钱可以赚吗？我就纳闷了，我认为是亏本的，因为我老家是农村的，我们老家有人种，比如说黑芝麻，你们知道吗？现在农家那里自己种出来的芝麻，如果卖给邻居啊，或者是拿到我们县城自由市场去卖，大概是8块钱1斤啊，8块9块也有可能。反正我就觉得特别特别辛苦，因为你们知道吧，种芝麻，种它下肥除草，然后呢把它收起来，然后呢把它晒干，然后呢把它清理好，把那杂质啊、什么叶子啊、碎片啊等等，然后做成这个最后这个黑芝麻这个成品卖出去，8块钱1斤，我就觉得做农民真的非常辛苦。但是我看到这之后，1斤2两，有黑芝麻，有核桃等等，核桃要比芝麻更贵。那么5块8毛8，还有金属的这个包装盒、这个罐子，然后还要包邮，5块8毛8，能赚钱吗？或者它可持续吗？这个产品的价格，我就想到国内的内卷，是不是真的有必要？当然，整个大环境这样，整个中国市场这样，可能每个人是没有办法，因为 A 厂家他降一点价，那我 B 厂家为了抢市场嘛，不得不也降一些价。比如说他1块钱，我就9毛5，对吧？降了5分钱了。那另外一个人 C 卖家，他觉得那我就9毛4吧，9毛3吧，对吧？这样螺旋式的下旋。所以最后导致了大家都不好赚钱了，然后大家生活都很艰难，老板的利润下降了，那么工人的那个工资可能久而久之也没有那么高了，所以整个社会呢导致了一个螺旋式的恶性的那种循环，所以导致了整个国家在内卷，导致了很多人生活呢本来可以更好，但是现在也艰难了。那我就想了，中国人14亿人，对吧？除了中国之外，还有66亿人，对吧？66亿全世界其他人。那么我们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来思考，不要再在国内卷，而要设法把咱们的产品卖到全世界去？就朋友们啊，企业主、中小企业主，还有做外贸的，你们有潜在外国的买家向你们询价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担心人家不买你的产品，不要担心你的报价太高了。比如说你在国内，你报价，比如说这个东西吧，5块钱出厂价，卖给人家国外10块钱绝对可以卖得出去。如果大家每个厂家都按我这个去做，那就不会那么卷了。那你看国内没有什么钱赚，你一做外贸，你看它的利润就嗖往上升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国外刚才说了，没有这个产能，它没有这个技术啊。喝水壶，它是这个一体冲压出来的，人家外国没有这个技术生产出来呀。中国是单独的一个卖家，除了中国，其他外国买不到。所以呢，做外贸的人，你在报价的时候报高一点。当然，理论上是这样啊。如果我们每一个做外贸的公司都按我这样建议去做，那中国人无形中就可以在全世界大赚一笔啊！为什么不呢？对吧？所以我认为啊，大家不要再做什么恶性竞争了。像这个产品绝对是卖得出去的，而且是绝对世界一流的。
我们不要贱卖自己的东西，不要贱卖自己的那个劳动，不要贱卖自己的资源。因为像这个东西，刚才说了，在德国10欧元肯定卖得出去，而在国内11块钱，而10欧元可能还不带那个运费的啊。这个在德国最便宜的运费大概4欧元左右，也就是30多块钱它的运费。那么像这个东西，10欧元加4欧元或者5欧元的运费，那卖出去相当于连运费100多块钱了。而在国内呢是11块多钱，在德国是我看120块或者更贵，对吧？你看就这个东西，两国之间至少10倍的价格差。还有大家别看这个东西啊非常小，但它绝对是高科技产品。这个呢是我前一次回国的时候从国内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啊，就是我们电子产品太多了，电子电器吧，小的那个电器吧，像这种，你要充电的时候，经常呢有很多充电头。它的好处就是一个充电头，它可以充，比如说同时充3样东西，而且它还是快充的。它写的是67瓦，我觉得应该是对的。为什么我说它是高科技产品呢？因为像这个东西，可能除了中国，世界上真的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做得出来，因为它是里面有稀土的，那就是什么氮化镓，既有氮也有镓，这2种都是稀土，这个矿物质，里面还有那个芯片肯定有。它是快充的，我试过，我买了我试过啊，而且它是折叠的。所以你看这种产品啊，别看它小，但是它的科技含量非常的高，其他国家做不出来。我在国内买我没有记错的话是39块钱包邮。这个东西我没有去看德国价格，我觉得在德国至少20欧元到30欧元左右吧，大概是这样。因为其他国家没有，一个充电头相当于人家3个充电头，对不对？而且它体积那么小，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买的特别的值。我看了这个价格，它非常坚挺，现在还是30多块钱，已经半年了。我很喜欢用它，质量非常好，我不知道是哪家的产品啊。然后像这个东西啊，人民币2、3块钱的东西，拿在手里，真的它的那个手感特别好，它的材质也特别好，做工很好，所以我一口气也买了很多。因为呢，它这是欧标的，就是我们德国、欧洲这边插座能够用上它，而这边呢，德国电器可以用，中国的电器也可以插，所以我就买了它。因为我在中国买了很多，我们中国电器把它带过来，如果是光是中国那种插头是用不了的，所以这个转折插头虽然这是2、3块钱的东西，它做工又好，它又便宜，所以我就买了啊。另外一个，说到电器，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。我大概1年前从国内带过来的这款电饭煲，专门做米饭的，当然还可以煮粥。平时呢，我只是用来做米饭，所以我只用了这个功能。这个是我用过的所有那个电饭煲当中我最满意的一个。我们是小家庭，平时呢做饭只是2个人吃，所以像这样一个就完全够了。我喜欢它的设计，它特别的简约。但是呢，非常的时尚，质量非常好。特别插上电的时候，它这里有那个显示啊，然后呢，给人一种非常高大上的感觉。我当时在国内买的时候，也许是促销的价格啊，我记得应该是99块钱，反正100块钱左右吧，包邮送到家。像这个价格，真的我无话可说，挑不出毛病啊。我觉得我可以给它99分。目前我用了1年了，没有任何问题。毫无保留的可以推荐给大家。这个品牌我不知道是什么品牌，听说是小米旗下的一个品牌，它上面有个主的这个字，像一个 logo， 具体的我不知道啊。反正我非常的满意。这里写的是知无主 1.6 升电饭煲，纯米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，纯米科技。还有啊，像这个也是这次我从国内买的，这个很便宜，好像是8块钱。它有个收纳盒，看怎么打开，打开了对吧？
很小，它的作用呢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国际旅行通用的一个转接插头。它设计非常精巧，想不到啊，那么小的东西，然后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它都包括了。比如说这个应该是英国的，对吧？还有什么香港的可以用，然后把它取出来。这个呢就是德国的，可以使用它。然后德国的是什么？比如说你国内有电器，你看我又把它插进来，然后把它插进德国的那个插座去，然后我们国内的电器啊这种就可以使用了。所以我就觉得非常非常好。这个它的做工，我觉得它的材质啊也不错啊，真的不错。8块钱包邮，真的是太合算了。然后呢，我每次出门，比如说我要去美国，我可能就带上这个就可以了，不用带上其他的。比如说，对吧？去英国我就带上这个就可以了，然后不用带上其他的了。你看是不是特别特别的适用？所以我就觉得它的设计真的不错，它是模块式的啊，非常非常的好。还有一个收纳盒，而且才8块钱。这个是得力的，它当然更高端一些了，因为它有快充，然后呢还有 USB 呢 C， 还有2个 USB 的普通 USB 的接口。它同时呢至少可以给3样东西充电。然后呢，它也是包括世界各国的，然后这里按一下就又可以回来了。然后这里呢是美国的，其实它们的功能都差不多，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有快充，然后呢它还有 USB Type C， 还有2个 USB 的那个接口，所以这也不错，对吧？最后我就想跟大家说说这2样东西。大家看右边这个，其实它已经有一点历史了，至少有我从国内买3、4年了吧。它的那个充电口还是普通的 USB 接口，现在一般都是 Type C 了，但是一直在使用，非常的不错。你看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大概1年前我从国内买的，它是 Type C 的接口了，然后我买了之后才发现它还是扇叶太小了，就风没有这个大，所以如果是从使用来说，我还是喜欢用咱们看到右边这个。这小东西在德国也是没有的，德国他们可能即使有产能，可能也没有那个竞争的价格。像这个东西在国内就是10-20块钱的东西，其他都是用的什么电子啊、电器产品。然后呢，这次我还从国内买了吃的东西，像这个是咖啡糖，我家那位猪队友他也觉得特别好吃。你看，吃穿住的东西，我从国内都带了很多很多过来。总体来说，真的非常非常满意。这些东西都是做工啊、质量、设计都非常非常好，拿到全世界都可以拿得出手的。不管是什么东西，像这个智能眼镜，也可以偷拍的啊，对吧？它跟全世界所谓的一线品牌绝对一点都不逊色，甚至呢更好。因为我都使用过吧，有对比啊，对吧？那么朋友们，今天讲的这些，都是呢这次或者上次呢我从国内带过来的东西。企业主啊，或者是做外卖的朋友们，我们在中国内卷就可以了，但是在国际上就不要内卷了。在国际给那些潜在买家报价的时候，采购那些人不要贱卖我们中国人的血汗钱，真的是这样，能够多要1分就要1分。因为呢，那些人外国人，他们是利润最大化，而咱们中国人相反，对吧？咱们中国人的哲学是薄利多销，在与老外交往的时候，那就不要把国内那套搬到国外去，这样的话只能使我们自己吃亏。本来可以赚更多钱，为什么不赚呢？对不对？不要在国际上也内卷，能赚外国人1分钱就要赚1分钱，不要给他们什么任何的好处，对吧？因为出了中国这家店，在世上其他国家找不出第2家了，除非他们花双倍的价格去采购，否则真的是没有。中国这个产品真的是天下无敌，竞争力太强了。报价的时候多报一点，你只会赢不会输。而且真的我们不能把国内卷那套带到国际上，这样的话是苦了我们自己。真的，
我们本可以赚老外更多的钱，为什么不赚呢？而且我们中国的产品卖得更贵些，那就表明中国的产品不是廉价的，是高端的，是品牌的，对不对？但这种产品已经够好的了，但是为什么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还是认为 Made in China 是低端的代名词？一个是过去我们的产品质量确实不好，另外一个呢，即使我们现在产品质量已经很好了，设计已经很新颖了，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是把它价格卖得很低，压得很低，是我们自己的错啊，不是人家错。所以呢，我们把我们自己的产品价格卖给老外的时候提高一些，同时呢，我们赚钱更多，然后我们还给 Made in China 它的名声可以让它更好呀，更高端一些啊，对不对？何乐而不为呢？你们说呢？好，朋友们，今天呢，我从国内带过了所有这些日常用品、电子电器这些产品，通过我这个本人的亲身经历来告诉大家，我们呢不能内卷，然后呢，我们卖给老外的时候提高价格，你只会赢不会输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咱们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，我们下期见。